離婚6年，李小璐和賈乃亮前後不到2周，各自承認了一件事：无戏可拍。而两人的说法截然不同。賈乃亮很直接，演员，我演戏不好，但我一直在努力。后来我发现，天赋这个問題是我解決不了的。而李小璐就不一樣了。6月28號深夜，她發了4分鐘的獨白。年輕的時候真的是太順了，確實是。他說那時候明明只要踏踏實實拍戲就行，可他偏偏是個戀愛腦，還把自己的人生比喻成太極陰陽魚，前半段是白魚，後半段是黑魚，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我當年太順了，所以不珍惜，現在老天來收我了。這段話聽着確實挺真誠的。李小璐的起點放在整個華語影壇都是天花板級別的，出生演藝世家，3歲進片場，17歲憑天域拿下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這個記錄到今天都沒人打破。後來的都是天使惹的禍，奮鬥、金太郎的幸福生活，步步都是國民劇，劇本排隊找上門，這句話用在當年的他身上一點都不誇張，所以他說自己太順了，這是真的。他說自己戀愛腦也不是編的，她閨蜜兼經紀人當年確實吐槽過，她是全公司最不愛賺錢的女藝人。她自己也說過，17歲就許了3個願望：拍一部轟動的電影，做一個成功的女人，做一個浪漫的人生。事業排在最後，愛情排在最前。這確實是那個年代她真實的優先級。但問題來了，戀愛腦可以讓一個人減產，但能讓一個人徹底無戲可拍嗎？結婚生子，把精力分給家庭，這些並沒有阻斷她的演藝路。婚後5年，她照樣演女主，照樣拿好資源，照樣上收視榜。圈內結婚生子，但出幾年再回歸的女演員一抓一大把，只要口碑在，國民度在，想回來永遠有位置。那真正讓事情發生變化的拐點是什麼？2017年底那場風波之後的事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沒有官方封殺令，但全行業形成了一種默契，不敢用，品牌怕被抵制，劇組怕播不了，平台怕內容過不了審，這是市場最本能的避嫌反應，跟戀不戀愛腦沒有半毛錢關係。可他在4分鐘的獨白裡對這件事只字未提，他選了一個最柔軟的詞來解釋一切。戀愛腦這3個字的好處在於，它聽起來像自述，但本質上更像一種保護色，因為戀愛腦是一個所有人都能共情的錯誤。誰年輕的時候沒為感情衝動過呢？觀眾聽到這3個字，第一反應是理解，而不是追問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操作，這幾年失意藝人的復盤話術幾乎形成了一套固定模板，挑一個大家最容易心軟的標籤，戀愛腦或者遇人不淑或者年少不懂事，然後把自己放到弱者的位置，等輿論鬆動了，就順理成章的試水復出。這個套路用多了，戀愛腦都快成萬能創可貼了。但我也在想另一件事，他真的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嗎？當然知道，能在娛樂圈走到頂的人不可能算不清這筆賬，只是有些話說出來比不說更難看。他說自己現在連口播視頻都發不出來，但他的社交賬號上跳舞視頻一直在穩定更新，1500萬粉絲，直播帶貨首播4000多萬，還有自己的服裝品牌。說他落魄，好像也沒那麼落魄；說他不想回來，好像也不是，更像是想回到那個特定的位置，但那個位置的門已經關上了。其實觀眾沒那麼苛刻，大家能接受一個人犯錯，也能接受一個人落魄，但大家接受不了的是一個人明明知道問題出在哪，卻只說了一半，說一半真話比說假話更讓人難受。關注蘭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面。